在工业制造的世界里，流传着一句话：谁掌握了机床，谁就掌握了制造业的命脉。曾经这句话对中国而言是渴望，是压力，更是推着向前的动力。而如今，一位中国企业家带着200亿的豪赌，让世界真切看到了中国在机床领域的崛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中国高端制造业长期依赖进口，尤其是机床，几乎绕不开德国。德国机床堪称工业领域的王牌装备，价格高昂不说，态度还格外傲慢。格力就曾吃过这个大亏。当年格力生产线上的德国机床动不动就熄火，每次维修费用高达上百万。更让人憋屈的是，来维修的德国工程师满脸傲慢，动不动就扔下一句：你们啊，永远也造不出这种精度的机器。这话让谁听了都难受，他不仅是在嘲笑一家企业，更像在质疑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。这话像根刺，深深扎在了董明珠心里，但他偏不信这个邪，当即拍板，既然买不来，求不来，那我们就自己干。从那以后，格力每年从利润里拿出20亿，一股脑地砸进高端机床研发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机床。他的这个决定当时把股东都惹毛了，纷纷反对。可董明珠态度坚决，只有一句话：不研发就是死路一条。而这一干就是整整7年，7年磨一剑，这话用在格力机床上再合适不过。就在前不久的北京国际机床展上，这把剑终于出鞘了，锋芒毕露，寒光闪闪。格力自主研发的高速5轴龙门加工中心，从全球1000多个竞争对手中突围，一举拿下了行业最高荣誉——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奖项，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和匹兹堡、纽伦堡发明展并称全球3大发明展，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瑞士联邦政府背书，评审严格到苛刻。能拿金奖意味着格力不仅造出了高端机床，还造得比德国的更好，真正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有数据显示，格力这款机床的效率比德国同类产品高出了30%，价格却不到对方的40%。要知道，德国同类型机床一台要几千万元，而格力的只要600多万，后续维修费更是降到了德国设备的1/5，说是性价比之王一点不夸张。对此，有网友调侃道：以前是进口的香，现在是格力的钢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机床突破到底有多重要？要知道，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，是所有制造业的根基，小到一颗螺丝，大到飞机发动机叶片，都得靠它加工。而5轴数控机床，尤其是高速双5轴机床，更是机床技术里皇冠上的明珠。它能同时控制5个坐标轴运动，把复杂曲面零件一次加工成型。不管是航空航天、精密仪器还是国防军工，都离不开这种战略装备。过去这类技术一直被德国、日本、瑞士等少数国家垄断，中国不仅买设备要花大价钱，连维修都要看人脸色。这种卡脖子的滋味，在芯片领域中国已经尝够了，没人想在工业母机领域再忍一次。所以小编认为，格力这次获奖，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奖杯本身，而是它代表的技术突破。搞机床研发最难攻克的就是算法和精密零件。为了把机床精度从10微米提升到1微米，格力的工程师翻烂了3000份德国专利文献，反复测试了20多万组数据。当初德国人嘲讽中国搞不定核心系统，可如今格力不仅搞定了核心系统，它的机床还能实时监控故障，这个功能连德国的设备都不具备。现在格力机床已经悄悄走进了各个关键领域，新能源车企是最先尝到甜头的。以前造车后地板要70多个零件拼接，用格力机床一次成型，只要3个零件就行。比亚迪、宁德时代都用上了，生产效率一下提升了80%。这一下，德国西门子被迫把同类设备价格降了60%，吉特迈更是连夜修改合同条款，就怕被抢了市场。而军工领域也悄悄换上了中国造，生产导弹零件的工厂用的全是格力机床，精度稳稳达到微米级，连德国权威认证机构 TÜV 都主动上门给格力机床做认证，这也是中国高端机床第一次大批量出口到发达国家。当然，订单的暴增还带来了连锁反应。去年格力机床卖了35亿，占了集团利润的1/10。研发有了成果，人才也跟着来。清华、哈工大的机床专家纷纷加入格力，连德国同行都忍不住抱怨：中国人抢起人才来，根本不按规矩来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现在不少德国工程师都在研究格力的设计图纸。事实证明，技术上的翻身从来都不是靠嘴说出来的。从造空调到造高端机床，格力走了7年，这条路走得慢，但每一步都很踏实。当然，相比于机床领域，格力最擅长的还是电器领域。如今，格力的电器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在中东、巴西、印尼等多个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0%。但很少有人知道格力的出海之路走得有多艰难。格力电器刚出海时，在巴西经销商眼中，中国制造就是质差价廉的代名词，他们甚至直接建议格力抹掉你们的 logo， 随便挂一个巴西本地牌子，产品肯定好卖。彼时做代工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选择的捷径，只需按订单生产，赚取微薄的加工费，无需为品牌建设海外渠道费心。但格力果断拒绝了这一建议。董明珠及其团队早早意识到，没有自己的品牌，企业永远只能是世界工厂里的打工仔，发展命脉始终掌握在他人手中。2001年，经济衰退席卷南美大陆，不少国际家电品牌纷纷选择停产撤退。就在行业一片低迷时，格力却做出了一个冒险决定，逆势进军巴西，在当地自建生产工厂。这一举措让格力成为中国空调企业在海外建立的首个生产基地。借助汇率波动制造的短暂市场真空期，格力迅速在巴西搭建起涵盖超过300家经销商的销售网络，稳稳扎下了根。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海外订单锐减，国内家电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。就在此时，一家世界知名家电品牌向格力抛出橄榄枝，送来一份数百万台空调的贴牌生产订单。这笔订单足以让格力轻松度过行业寒冬。接下订单能解企业燃眉之急，但会大幅挤占自主品牌的产能和市场空间。不接订单，格力就要独自承受行业寒冬的冲击，面临不小的经营压力。然而，董明珠最终选择了后者，这个在当时看来有些偏执的决定，却成为了格力品牌国际化之路的重要拐点。它向全球市场明确传递出格力的态度：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短期利润，也要将所有资源集中投入到格力自主品牌的打造中。坚定自主品牌发展的决心后，格力开始用一套精细化的组合拳撬动全球市场。第一拳，品牌梯队化，覆盖多元需求。格力组建了以 Gree、Tissot、Kingholm 3大品牌为核心的品牌航母战斗群，针对不同区域市场和消费群体实施差异化策略。第二拳，产品本地化，拒绝一刀切。格力摒弃了简单将国内产品直接推向海外的一刀切模式，转而根据不同市场的气候、使用习惯、消费偏好量体裁衣。在酷热干燥的中东，格力推出能承受5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环境的沙漠空调，解决当地设备易损坏的痛点。在潮湿多雨的非洲，格力不仅将室内机静音效果做到18分贝，还攻克技术难题，把室外机噪音也降低至30分贝以下，避免打扰居民生活。第三拳，经营扎根化，从卖货到融入。从巴西到巴基斯坦，格力坚持在海外核心市场建设生产基地，并推行品牌授权加区域代理的合作模式。这一举措不仅能依托本地资源降低生产成本，规避贸易壁垒，更重要的是让格力深入当地市场，组建本地化团队，了解用户真实需求，搭建从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到售后的完整服务体系，让用户买得放心，用得安心。通过这些动作，格力逐渐从一个外来的卖货方转变为融入当地产业生态的本地面孔。在巴基斯坦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格力的故事。某大型集团新上任的运营总监因家中安装的10几台格力空调使用多年，从未出现故障，对品牌产生了十足的信任。在集团采购空调时，他力排众议，坚持全公司统一采购格力产品。他说：“我用过，我信赖这个品牌。”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、2014年索契冬奥会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格力是唯一一个100%以自主品牌入驻奥运会的中国家电品牌。在印尼青山工业园区、希腊法拉利博物馆办公大楼、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国际重大工程项目中，格力的标志也始终是品质与信赖的象征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